人竟然同时获得女神和魔王的奖励，可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了奖励，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陷阱，只因他获得了每死一次就能回到1天前的能力。于是男人通过不断的自杀回到了11年前的世界，只为杀死受万人敬仰的超级英雄炎帝报仇雪恨。殊不知人类所敬仰的英雄背地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变态恶魔，只因我无意间看到他杀死自己心爱的圣女，为此炎帝就追上我，打算杀我灭口。可我身为最菜的 F 级猎人，根本无力反抗他的攻击，我只有一个可以复制别人天赋的技能，而且还只有被别人杀死时才能触发。此刻炎帝用包裹着火焰的手掌按住我的脑袋，在他那恶魔般的笑容下，我的身体也化为灰烬，可我的意识却来到了一个神秘的空间当中。叮的一声，系统提示我满足了被动技能的触发条件，可以随意抽取杀死我人的一个技能。此刻我绝望地看着系统面板，现在的我已经死了，就算抽到技能卡又有什么用？思考片刻，我还是没有放弃这一次机会，就当死后玩了一次抽奖游戏。等我再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回到了前1天，这让我满脸疑惑，因为我第一次使用技能根本搞不懂现在是怎么回事。随即我大手一挥，面前顿时出现2张技能卡，一个是我的初始技能，可以随即复制别人的技能为自己所用，而另一个就是复制炎帝的技能回归者之中，使用者一旦死亡就会回到24小时前，并且记忆和能力都不会消失。此刻我恍然大悟，怪不得炎帝可以这么顺利的走上人生巅峰，原来他是凭借这个技能知道了未来发生的事情。我咬牙切齿的握紧拳头，一定要杀了炎帝报仇雪恨。如果我现在贸然的就去杀死他，他肯定会凭借这个技能重新回到前1天，我必须在炎帝觉醒之前就要把他杀死才行。我记得他好像是在11年前就完成了觉醒，也就是说我必须不停的死亡4000多次才可以回到那时候。就在这时，房间外面有人突然大喊着火了，只有我知道这把大火是炎帝放的，他就是想引起骚乱，然后平息事情，成为人们眼中的焦点。此时他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在人群当中，嘴里还不停的夸大其词，没有他这场火就不会熄灭。看到他这个虚伪的样子，我就来气，这家伙就是表面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只有我知道他的真面目，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狂魔。此刻我拿起短刀，毅然决然的朝着炎帝走了过去，我并不是要杀了他，而是要冲进火场结束自己的生命。下一秒，熊熊大火就把我的身体燃烧殆尽。临死之前，我死死盯着炎帝，只有这样我才能杀死他。而我也按照我预想的回到了24小时之前。接下来我就开始了我的求死计划。终于在我不停的死亡4000多次后，成功回到炎帝觉醒之前。为了保证计划的万无一失，我还特意让自己多死了30次。随即我换好衣服走出门，现在是时候该去找他了。为了掌握炎帝的一举一动，我将这1天重复看了10几遍。他现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他今天下午3点会去巨塔2层猎杀变形怪。不过令我意外的是，他在20岁的时候也是个成天幻想出人头地的低级猎人。按照历史的发展，他在1个星期之后就能觉醒技能卡，走向人生巅峰。不过他这一次应该活不到那个时候啊！我会亲手用这把短刀杀了他。由于炎帝整天都在杀变形怪，觉得毫无意思。下午5点的时候，他会去普通 F 级猎人都不敢去的第6层狩猎场。接下来40分钟里，这个狩猎场只有他一个人。此刻我装作濒临死亡的样子，告诉他自己被狼群围攻了，祈求他能给我一点恢复药剂，而他却厌烦地朝我吐一口浓痰，并让我花大价钱来买他的恢复药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直接化身为土匪，把我的钱包抢走了。接着他为了避免我出去之后找他报仇，决定要把我杀死在这里。下一秒，我举起手中的长矛朝我刺了过来。我看准时机，直接一个断子绝孙脚踢中炎帝的裆部，接着快速拔出短剑，直接朝着他的脖子砍了过去。看着他血液横飞的身体，想到在濒死状态下可能会触发技能觉醒，随即我拿着短剑就朝他扑了过去，打算再给他补上几刀，免除后患。之后我就对着他的尸体刺了1万多刀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仇恨。处理完之后，为了毁尸灭迹，又叫来一群野狼把他的尸体吃个干净。杀死炎帝之后，我便换好事先准备好的衣服，并打算去巨塔1层。此刻我来到酒馆，心情大好，多喝几杯酒。我的下酒菜就是这些如同开挂一般的技能，可我发现这些都是被动技能，没有一个是战斗型技能。就在这时，我注意到角落一个气质非凡的老头，看着很面熟。思考片刻后，想起他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剑圣。上一世他销声匿迹的11年，导致后面被人逐渐忘记。不过他依然是个传说，在炎帝出名之前，他才是排行榜第1的猎人。随即想到他这么强，肯定也有 S 级技能，而且战斗型技能会有很多。此刻我脑袋里有个想法，那就是让他杀死我，然后复制出强大的技能为我所用。这时剑圣突然大叫了一声，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他看出了我的想法。我转头看见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自言自语，就像个傻子一样，这让我有些搞不懂。看来世界的顶端这多多少少都有点不正常。这时我看到网上科普绝对不能对剑圣说的话，之前一个猎人团队嘲讽老头的家人都不是好东西，剑圣一怒之下把整个团队都给杀了一个活口没留。不过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找死的方法。没过多久，剑圣付过钱准备离开了酒馆，见此情形，我也悄咪咪的跟在他身后。此时我心中盘算着剑圣到底会什么样的技能，他的技能应该会比回归者之中还要厉害吧。就在这时，剑圣突然转身，显然是发现了我在跟踪他，这让我有些害怕，毕竟在这个鸟不拉屎的敌法，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于是我颤颤巍巍的走出来，表示自己只是想求他一件事而已。剑圣面色阴冷，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在他看来我是故意暴露自己的，这让我满脸疑惑。他肯定误会我了，我又不是傻子，干嘛要故意暴露自己啊？看他握剑的姿势，感觉下一秒就要冲过来砍掉我的脑袋。
我紧张的不知所措，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剑圣开口表示我演技真不错，不愧是一个顶尖杀手。这下让我更搞不懂什么情况了，我一个 F 级的废物哪里像顶尖杀手了？这下好了，我不需要提他的家人，他也会选择杀了我。噌的一声，剑圣直接对我拔出长剑，他告诉我他有一个特殊技能，就是可以看到对方杀过多少人。看来剑圣已经看出来我身上已经背着一条人命了，于是我连忙向剑圣解释自己杀的人是个无恶不作的杀人狂魔，我那么做也是为人除害，并且可以对天发誓。这时剑圣不慌不忙地拿下帽子，说我是一个不要脸的杀手，明明杀了那么多人还不承认，这让我更加摸不清头脑，我明明只杀过一个人而已啊。随后他用长剑指着我，满嘴跑火车，老夫还没有老眼昏花到不认识你头上的数字，你头顶上分明写着4091，这些人都是死在你手上的。老夫虽然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但从没想你这样大开杀戒过。完了，这下可说不清了，就算我告诉他这些数字杀的都是我一个人，他肯定也不会信的。此刻我转身就要逃跑，现在复制剑圣的技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最麻烦的是他以后每次看到我都会追杀我。下一秒剑圣手握长剑就来到了我的身后，而我在逃跑的时候被石头绊了一下，阴差阳错的躲过了剑圣第一次斩击。就当他要处决我的时候，他转头对着空气说着什么，我一脸疑惑，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技能心灵感应吧？虽然听起来很神奇，但这种稀有技能确实也存在。这下坏了，他一定是在给队友说我的事情。最后一传十，十传百，到那时大家都会以为我是个杀人狂，之后我就会变成管理局的通缉犯，被最顶尖的猎人永无止境追杀。这一系列不好的念头在我脑中浮现出来。此刻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子，现在的我必须马上死，万一超过24小时就无法挽回了。随即开口嘲讽他的子孙还好吗？听说你是一个贵族，应该很容易招惹土匪吧？我话还没有说完，就发现整个世界好像颠倒过来了，只是一瞬间剑圣就把我的脑袋和我的身体分家了。我到什么时候才能练到这种境界啊？随后我的意识再次来到异空间，看到系统提示技能卡已经生成，我大喜，这下终于可以有剑圣的技能了。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剑圣根本没有金色技能卡，这让我心里产生强大的落差感。想起在炎帝成名之前，剑圣可是唯一的传奇猎人，可他居然连一个 S 技能都没有。现在我只能凭借运气在黄牌和银牌当中抽出一个最厉害的技能，随即打手一抓抽中一个银色技能卡，只希望这个技能不是最垃圾的。等我再次睁开双眼，迫不及待地打开技能窗口，查看自己到底复制了什么技能。还好是一个 A 级技能剑之星座，看着好像不是可以看到对方杀人数量的垃圾技能。随即无奈地躺在床上，感叹又是一个被动技能，就没有更牛一点的技能吗？这时我转头发现自己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躺了一个人，接着我俩四目相对，气氛有些尴尬。这四肢发达的壮汉发现我竟然可以看到他，还询问我王富贵那个老头去哪了。我咦了一声，你说的是剑圣那个老者吧？壮汉表示他现在还是一个新手，叫他剑士太抬举他了。这让我不禁疑惑，这家伙到底是谁啊？竟敢说剑圣是个新手。随即查看剑之星座的技能介绍，这家伙是异世界最强的男人，由于没有通过第100层巨塔，最终成为冤魂，除了技能使用者之外，没有人能够看到他。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告诉他，我不小心把你复制过来了，现在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壮汉闻言直接变成你手机表情包里的第一个表情，随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表示现在都流行7天无理由退货，让我把他退还给剑圣。我抓耳挠腮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之后男人就开始在房间内鬼哭狼嚎，一直吵着不管怎样自己都要回去。金焕也顿时明白了，怪不得剑圣总是那么暴躁，有这么一个复读机在身边，谁天天受得了啊？但一想到这金焕就绷不住了，他在红发面前痛哭流涕，自己用一辈子躲着剑圣的代价，却换来了这种技能。红发有些不解，老头子可是好人啊，为什么躲着他？金焕表示剑圣不是有个可以看到对方杀戮人数的技能吗？而我头顶上显示的可是4091个次数。听到这个恐怖的数字时，红发一脸憎恶，应该不能吧？怎么看你都是个菜鸟，怎么可能杀得了这么多人？随后金焕把自己的技能和之前往事的来龙去脉讲给了他听。听完金焕的故事，红发对他产生了一些敬佩，为了复仇杀死了自己4000多次，换谁都得说声牛逼。随即红发让他站起来，然后在他的身边仔细打量着，嘴里还喃喃道，应该是个好苗子。最后他向金焕询问，小伙子，你想不想变强？想要的话就展示下你的实力吧。随后两人来到巨塔1层，红发让他小试身手杀几只变形怪看看，接着金焕开始大杀四方，变形怪被他砍得七零八碎，结束后还不忘装逼耍个帅。虽然这些都是弱到不能再弱的怪物，但红发还是非常欣赏他。而在这时，红发也敞开心扉介绍了自己的故事。原来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古代，在那里的红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都称呼他为剑帝。听到这儿，金焕既欣慰又失落，他告诉剑帝，我在战斗方面完全就是个弱鸡，一点天赋都没有，可能要让你失望了。然而剑帝可不这么觉得，相反他还认为金焕非常有潜力，但这里指的潜力不是战斗，而是他独有的不怕死精神。平常人打架都会下意识的保护自己，但金焕不一样，经过4000多次的自杀回归，他现在已经完全不惧怕任何死亡，而这个独一无二的能力也是所有人都无法相比的，所以剑帝才觉得金焕非常了不起。听完这番激励人心的话，金焕内心百感交集，一直以来他都是毫无存在感的底层废物猎人，现在终于有人认可了他。随后剑帝问道，你被老头杀死的时候心中有何感想？然而金焕当时并没有多想什么，只是觉得那时天空中的月亮非常的美。听到这个回答，剑帝被逗得捧腹大笑，好小子，你是真的太有趣了，既然你已经复制了老头的技能，那他的身边也肯定存在着另一个我很好奇你们俩当中谁会成为最强的猎人，就让我来帮你吧，我会让你超越他，达到猎人
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快起床训练，快点起来！金焕被吵得实在受不了，他猛地起身怒骂道：“你他妈属鸡的还是属坤的？这才凌晨4点啊，大哥！”剑帝一脸不屑地说道：“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只有自律的男人才会成为强大的存在。”然而金焕并不吃这套，顺带还嘲讽他：“怪不得剑圣天天那么勤修苦练，估计就是你太吵了。”剑帝表示：“你要不服气的话就杀了我吧，要不然我就在你耳边一直吵。”金焕一整个大无语，好歹也是个剑帝，怎么还耍上无赖了？架不住剑帝的软磨硬泡，金焕最后还是起床来到了大街上晨跑。随后剑帝一路上叨叨个没完，讲着讲着他告诉金焕，如果想把你这种烂泥扶上墙，肯定要花上不少钱，所以咱们去买彩票吧。几天后两人来到商人联盟处，随后金焕把奖券交给猫儿小哥，一旁的剑帝还吐槽着，这里的店员都是变态吧，怎么都带着猫儿。当猫儿小哥打开奖券时，他傻眼了，您居然中了1等奖！听到有人中奖，人群里瞬间沸沸扬扬。这里我不说，估计你们也能猜到金焕为什么能中1等奖了。确认开奖号码后，小哥慌慌张张的去通知负责人，随后一个大叔走了过来，要请金焕上楼坐一坐。来到 VIP 接待室门口，刚打开门，金焕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住了。我的个妈呀，这得多少金币啊！看着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币，金焕想起了以前出身贫民窟的自己，他以前的人生目标就是想赚大钱，舒舒服服的过上一辈子。然而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他的人生轨迹早已改变，现在只有征服巨塔才是他的终结目标。随后他告诉负责人，把这些钱都存进金库吧，顺带再购买一个你们商联的2级荣誉团员位置。剑帝咧嘴一笑，你还真够聪明的，有了战团的庇护，你以后的路会好走很多呀。金焕表示那是自然，如果走炎帝那样的老路，迟早会被各大战团针对，就算实力再强，不一定哪天也会被暗算，所以低调发育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为了保险起见，最后金焕还让负责人隐藏了自己的中奖者身份。然而金焕的崛起才刚刚开始，现在他要带着这些钱干一票大事。然而刚到手的钱还没捂热乎，马上就要飞走了，因为金焕现在急需丹药和秘籍来提升实力，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持。金焕不以为然，都是毛毛雨啦，一点丹药能花多少钱？剑帝一脸坏笑，来，你过来一点，我告诉你这些丹药要花多少钱。伴随着一阵恶魔的低语，金焕眼睛都被吓扁了。大哥，这也太贵了吧，就算我倾家荡产也只能买4瓶而已啊。就在两人你追我赶时，剑帝突然停下了脚步，接着一脸严肃地告诉金焕，快点，赶紧躲起来。而金焕此时也一脸惊愕地看着前方，随后两人躲进了旁边巷子内。原来面前走过来的人正是剑圣，躲在垃圾桶后面的金焕大气都不敢喘，稍微暴露一点气息可能就会被他发现。好在老头子最后没有发现什么，转身离开了。金焕也有惊无险地成功活了下来。而此时的剑帝也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他急忙跑向前方，并大喊着快跟我来。到了地方后，剑帝一看，果然还是晚了一步，老头子已经进去了。原来他们要购买丹药的店铺就是这家，但这下全完了，老头子抢先一步把药全都买走了，而且这家店铺还是这里最好的。就在剑帝惆怅之时，金焕已经打开狗哥查询信息了，但搜索了一下后，发现他要找的那个人并没有出现在猎人排名里。然而这正是金焕想要的结果，他一脸轻松地告诉剑帝，不用操心了，我想到办法了，这次我不仅不会倾家荡产，而且只要花点小钱就能得到最高级的丹药，顺带还能让你见识一下世界上最厉害的炼药师。随后两人来到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地方，这脏乱差的环境甚至都赶不上附近的贫民窟，这也让剑帝不由怀疑，这种地方真的存在你说的那个炼药师吗？金焕表示你不用怀疑了，我们已经到地方了，我们要找的人就是他，他曾是风靡整个大陆的最强炼药师，也是威风凛凛的炼金城主。可年轻时的他过的那是相当凄惨，自己辛苦制作出的顶级药水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还因为药水昂贵的出售价格而被误以为是黑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价格已经几乎就是药水的成本价。在这之后，店铺也跟着倒闭，他也无力偿还之前欠下的借款，药水也被债主们纷纷抢走。看着如此凄凉的一幕，剑帝说了一句：不会吧，这个怂包就是你说的那个天才炼药师？金焕自信满满，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这女人真正的含金量。随即他来到一涵的面前问道，老板，你还做生意吧？听到有生意找上门，一涵赶紧擦干眼泪，表示想要制作什么药水都可以，但你这边是想买多贵的东西呢？当听到金焕的回答时，他惊呆了，什么2万金币？一涵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搞得有点手足无措，赶紧邀请金焕进屋坐坐，结果刚推开门就一不小心把门给拆了，而且这屋子已经乱到完全下不去脚。随后金焕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已经跟商盟那边打过招呼了，需要多少钱购买材料自己就过去取吧，至于委托费你在金库里看着拿吧。一涵对金焕的好意有些惊讶，但他还是提了一嘴，自己是个有原则的人，如果要制作毒药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金焕连忙解释不是毒药，并根据剑帝提出的材料告诉给了一涵。看着这些奇怪的材料，一涵若有所思，突然他一脸兴奋地说道，这个配方好厉害啊，按照这个制作出的灵药可以最大程度提升反射神经。剑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居然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奥秘，而且制作时间也只需要4天而已。金焕开心极了，要知道他当炼金城主的那时候，找他炼药1年半载都排不上一次队啊。过了几天后，一涵捧着几箱药剂来到了金焕的住处，完成委托后，他好奇地向金焕问道，为什么要把这个大生意交给我这么一个毫无名气的药师呢？其实理由很简单，一是他知道一涵是炼药的旷世奇才，二是他看中了一涵
涵身上的善良和独特的眼光，所以才这么信任他。听到这段真心话，一涵的内心有些感动。就这样，两人不仅成为了合作伙伴，还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两人告别后，剑帝又开始吐槽：“你小子是不是看上人家了？”第二天来到巨塔3层内，金焕准备试一下灵药的效果。然而就在喝下的那一刻，他的心脏突然传来强烈的紧绷感，紧接着他的身体异常敏感，各项机能也大幅度全面提升，甚至就连苍蝇在空中拉的屎，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剑帝看着出尝禁果的金焕，不自觉地发出冷笑，并问道：“你心脏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流动？”不用害怕，那就是所谓的内力。正常在这种情况一般都需要冥想来融通内力，不过这样太俗套了。剑帝专门给他准备了一次魔鬼训练，因为像他这种天生就没有天赋的人，就必须吃点苦。此时半兽人已经举起狼牙棒来到了他的背后，但半兽人在他眼里就如同放慢了几倍的速度，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怪物的攻击，而且招式也看得一清二楚。可就算看穿了怪物的一切，也还不足以能反击他，因为金焕身体的内力还没有循环开来，现在他的体内就如同一段段堵塞的水管，只有不断的磨练才能打通任督二脉。就这样，金焕被半兽人不停地追击，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剁成肉泥。终于在怪物的不断死亡压迫下，金焕这次不再选择逃跑，而是站在他的面前跟他硬刚。只见金焕腿中不断蓄出内力，接着拔出身后的匕首，一个弹射起步飞向半兽人的面前，狠狠刺在了脖梗上。但因为半兽人的皮肤表面非常厚，所以并没有将他一击毙命。剑帝见状，赶紧告诉金焕，快把所有内力集中在刀尖上。下一秒，金焕使用出吃奶的力气，一瞬间把所有内力都释放出来，直接给半兽人来了一次开肠破肚。在金焕匕首的不断刺入下，半兽人终于抵挡不住他的攻击，倒在了地上，而金焕的身体也因为极限负荷导致的生不如死。然而剑帝表示好戏才刚刚开始。金焕一脸懵逼，你在说什么东西啊？原来剑帝从头到尾就没打算让他一直活着训练，因为金焕就算死了也能再次复活，所以无论修炼强度多大都无所谓。然后剑帝笑嘻嘻地说道：“来吧，先死500次练练手。”金焕顿时感觉自己上当了，这人特么疯了吧？话音刚落，另一个半兽人已经悄然来到了背后，一棒子下去给他拍得稀巴烂。随后金焕来到了自己的专属死亡空间，接着他解释给剑帝说：“这里就是我回归之前暂时待的地方，也是技能卡选择的。”话说到一半，金焕和剑帝都看傻眼了，没想到死亡后就连怪物的技能也可以复制过来。剑帝觉得上天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家伙这么幸运，而且外挂这么多呀？就在金焕准备随便挑选一个技能卡时，剑帝突然叫住了他。他不理解为什么金焕不选择好的卡牌技能，而去选择这个垃圾技能。金焕怀疑他脑子瓦特了，自己又看不到技能描述，当然只能随便抓一个呀。然而剑帝表示自己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听到这，金焕顿时愣住了。一直以来他无论如何都只能看到卡牌的背面，但现在有了剑帝的帮助，这不就意味着以后不用再抽盲盒，技能卡随便挑了吗？随后他赶紧让剑帝描述一下技能效果，接着剑帝开始介绍技能卡详情。第一张卡繁衍的壁虎，使用后1年4季都会处于发情状态。第二张基你太美，使用后可快速学习唱跳 rap 打篮球。金焕彻底懵逼了，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一旁的剑帝幸灾乐祸，还建议让他选择那个男人必备的技能，但金焕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选择那个？肯定是选择基你太美。而且他早就看穿了剑帝的小把戏，原来剑帝故意把技能顺序说反，就是想让他选择那个尴尬的技能出糗。结果最后还是被金焕看穿，选择了基你太美。技能选择完后，两人回归到了家中，看着没上当的金焕，剑帝气得咬牙切齿，在一旁骂骂咧咧的。金焕让他不要闹了，赶紧继续去修炼吧。随后两人来到巨塔3层内，金焕状态满满，抄起匕首就要跟怪物决一死战。这次他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全力一战。但就在半兽人挥舞狼牙棒砸向他的那一刻，金焕的基你太美技能突然自动触发，对着半兽人就说了一句昆语，没想到对方还真听懂了。天真的半兽人以为自己遇到了老乡，然而下一秒他就被金焕一刀抹了脖子。就这样，小巧可爱的半兽人被暗算杀死。在后面看戏的剑帝气的是火冒三丈，我就知道你这家伙会这么做，真是太卑鄙了。金焕安抚着剑帝，消消气消消气，我们去攻略第4层塔吧。面对眼前这个终极 BOSS， 金焕想出了一个最不要脸的杀怪方式。只见他四周蓄出淡粉色的光芒，紧接着猛地跳跃过去，并在空中大声呼喊了一声咕噜咕噜。哥布林之王一听，我靠，还有混血的老乡！就在他愣神之际，金焕用他那强化99加的小匕首捅死了怪物，随后深沉地说道：“再见了，曾经强大无比的对手。”一旁的剑帝看不下去了，吐槽着金焕就只会用这招偷袭，上次那个半兽人也是这个死法。金焕你啊，真是太卑鄙了。其实金焕也不想用这种龌龊的方式取胜，但被哥布林之王杀死6次后，只复制到了这个鸡肋的族内沟通技能，自己也属于是迫不得已了。此时金焕的背后突然弹出提示：您的存在感已提升，技能栏增加，猎人等级提升至1级。金焕满脸幸福地享受着这种感觉，20多年了，他终于特么升1次级了。此时一旁的剑帝看出了一些端倪，这个光效不仅是用来庆祝升级的，同时它也代表着一种提示，比如炎帝，它的代表能力是火，那内力形态也自然是火。
所以根据刚才那个光效颜色和对金焕的了解，剑帝觉得他的内力形态不是火就是血。金焕表示这个以后再详说，我们现在去攻打第10层吧。剑帝一脸严肃地警告金焕，以你现在的实力攻打第10层完全就是做梦。但金焕可不这么觉得，他不仅非常有信心，甚至还要跟剑帝打个赌。金焕表示，如果我只用2条性命通关的话，你就得告诉我第10层怪物的技能卡是什么，并且以后也不许叫我外挂之子，要尊敬地称呼我为金大人。剑帝听完立马吐了一口老痰，表示不屑，然后突然对着金焕大喊，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没做到，以后你就必须永远叫我师傅大人。就这样，两人为了尊严之战达成了赌局。随后两人来到塔内的10层门口，可刚想进去就被守卫拦了下来，因为里面太过危险，随时都可能会出人命。金焕不耐烦地走上前，深情地握住守卫的手说道，我进去就是为了送死，1年前我的爱人离世，自己又查出癌症晚期，总之就是一顿忽悠加煽情。感动的小哥泪流满面，哭啼啼地给了他一把钱，并把他放了进去。随后两人来到一座洋馆门口，就在金焕打开大门进入馆内时，一个个诡异恐怖的洋娃娃映入眼帘，他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金焕，随即异口同声地说道，你要陪我们玩吗？这个诡异的洋馆是世界上所有猎人都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只要来过此地的人，不是精神出现问题，就是被熊熊烈火燃烧致死，并且通过这个关卡的人也是屈指可数。可就算如此，金焕还是毅然决然地只身闯入这里。伴随着头上挑战开始的提示，洋馆内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断向金焕靠拢，而通关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从眼前这些无数娃娃中找到最终 BOSS 的真身，也就是地狱之火梅登。但眼下局势并不乐观，地狱之火的威力实在太强，就算使用内力形成防护状态，也仅仅只能维持10分钟。见金焕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剑帝对着他就是一顿激烈嘲讽，还说剑圣那老头可足足撑过了30分钟，不像他这么窝囊废。转眼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金焕目前还是毫无进展。此时剑帝也不再隐瞒，告诉他这里其实有2种通关方法，一是靠着1/1000的概率找出真正的玩偶，二是拥有足够的内力对抗火焰，直到真正的 BOSS 现出真身。说完继续调侃金焕，这次打赌他必输无疑。很快金焕的内力就要耗光了，现在他只能听天由命，随便挑选一个娃娃。但不出意外的是，他选错了对象。金焕惊恐地看着眼前融化的娃娃，心想有必要做得这么逼真吗？此时他的防护罩也已经支持不住，直接破。最后他也被熊熊烈火活活烧死。第一次攻打10层也宣告失败。死亡后金焕来到了空间内，现在又到了他选择技能卡的环节。接着剑帝给他描述了一下这个金色卡牌 S 级技能地狱之火结界，使用后2公里内燃起不灭的地狱之火，如果不是本人取消技能则无法离开这个空间。剑帝一看这个技能牛逼啊，赶紧让金焕选这个。然而细心的金焕总感觉哪里不对，他让剑帝介绍剩余的技能卡效果。就在读到最后一张卡时，剑帝又摆出一张臭脸，接着立马转移话题，让金焕选择那张金卡。但金焕并没有理会，而是果断选择了最后那张银卡。技能描述 A 级技能火焰免疫，可免疫火焰带来的所有伤害以及效果，但受到冰与水属性伤害时，伤害提高300%。金焕激动的手舞足蹈，原来这就是地狱之火梅登的真正秘密。有了这个技能，通关还不是轻而易举。然而就在金焕等待重生回归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提示，本次使用技能将产生副作用，稍后会重现地狱火梅登的童年阴影。影像已生成完毕，惩罚正式开始。小男孩已经半个月没有吃饭了，他苦苦哀求眼前这个大叔给自己一个面包，可转头大叔就将他拒之门外，嘴里还谩骂着真他娘晦气。在这个闹饥荒的年代，别说这些小乞丐了，就连村民自己们都吃不饱。可就在此时，一个身着华贵的男人走到了男孩的面前，他温柔地摸了摸男孩的头，然后对着他说道，跟我走吧，我那里有好吃的。一番甜言蜜语后，男孩跟随着来到了一处豪宅。然而男孩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不是幸福的避风港，而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狱般生活。到了家后，男人暴露出了自己的本性，他无情地将男孩锁在牢笼中，让他每天饱受饥饿带来的痛苦。不仅如此，这个变态还不断地折磨他，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整的。之后的某天里，男人和一群病态的村民组织了一场邪教仪式，他声称这些无辜的孤儿都是魔女的孩子，并且诬陷他们就是传播疾病的罪魁祸首。随后刽子手当着男孩的面杀死了他的小伙伴。看着眼前发生的悲惨故事，金焕沉默了许久，剑帝也实在看不下去，特么的这群疯子居然把这些事都推卸给孩子们。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管家拿着竹灯径直走了过来，结果半路突然崴脚摔在了地上。随后大火蔓延到了整个豪宅，所有人都在拼命逃跑，没人关心地下室的那些孩子们。伴随着一阵阵痛苦的喊叫声，孩子们无一幸免，都活生生被燃烧致死。看完地狱之火梅登的故事后，金焕瘫坐在床上，久久不能释怀。虽然剑帝也很认同这个故事非常伤感，但他还是提醒了一下金焕，想要通关就必须狠下心来，找到真正的玩偶并杀了他。然而金焕有他自己做人的方式，他绝对不会像炎帝那样为了登上巅峰不择手段的杀害任何人，而且他坚信肯定还有别的通关方法。随后他敞开大门，径直地走向了地狱之火中。看着走进来的金焕，玩偶们可爱地说道，来陪我们玩吧叔叔。
金焕此时也温柔地回答着：“好啊，我就陪你们玩一会儿吧。”随后金焕捂上眼睛，跟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可这些玩偶们没有选择躲藏，而是乖乖地坐在原地跟金焕玩了起来，因为他们曾经也都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好孩子。随着玩偶们的不断融化，金焕来到了地下室内，并找到了地狱之火梅登的真身。金焕赶紧打开牢门，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并说道：“找到你了，小家伙。”接着跟所有玩偶一样，梅登也融化在了金焕的面前。但临走前，他对着金焕真诚地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哥哥。”等梅登消失后，两人愣在原地沉默不语。随之而来的是通关提示：恭喜您成功通关隐藏副本。他是最弱的 S 级猎人，但他却通关了所有猎人都不敢进入的第10层关卡。然而通关后的金焕并没有多开心，可能是因为梅登故事的缘故，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糟糕了。就在两人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亮起了烟花，紧接着世界各地的人都收到了第10层被攻略成功的通知。看着到处亮起的烟花，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猜测是黑龙公会，而有的猜是剑圣那老头。一时间这个话题引爆了全球热议，人们都非常好奇，到底是谁通过了这个关卡呢？看着手机里都是关于自己的信息，金焕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原来这就是万众瞩目的感觉。剑帝也打心底为他感到开心，但他表示以后的路还长，想要登上巅峰的话还得继续加把劲。话音刚落，门口的守卫小哥迅速赶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询问：“是你通关了第10层吗？如果是的话，麻烦您留个名字。”金焕表示名字就算了，以后有缘再见吧。小哥看的是目瞪口呆，心想：你装逼别装我身上啊，我只是想单纯的向上级汇报而已。这时剑帝也在一旁疯狂夸赞金焕：“你小子可真聪明，保持神秘也是一种提供名气的好方法。”但金焕告诉剑帝：“不要再耍小聪明了，你以为转移话题一番夸捧，我就能忘了咱俩的赌约吗？从现在开始你要叫我金大人。”剑帝一脸惊恐：“我去，这小子居然想起来了！”随后他赶紧向金焕求情：“咱俩可都是伙伴了，怎么能把你叫得这么生疏呢？你说对吧？”然而金焕并不吃这套，从此刻开始，你必须叫我金大人。随后俩人来到月巴克内喝咖啡，此时的剑帝已经叫得快要崩溃了，好歹自己活了几百岁，现在却要被这个毛头小子羞辱。过了一小会后，一个可爱的小猫出现在了面前，金焕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但他并没有揭穿，而是假装不知道。随着小猫的出现，各大顶级工会的人也纷纷到场，他们此行前来就是邀请金焕加入各自的工会。金焕早有准备，直接递给了他们自己的名片，并告诉他们，公布通关名单倒计时结束之前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还有不要在公共场合影响到其他客人。随后工会代表们立马包场，礼貌地请路人们配合了一下。现在谈判也该正式开始了。为了能得到金焕，他们不惜昂贵的金币和权力地位来拉拢他。就在金焕犹豫怎么选择时，怀中的猫咪开口说话了，表示商人联盟愿意以50万金币的价格和副团长的位置签约金焕。说完，猫咪便跳下了椅子，在众人面前幻化成了人形。而这个优雅的黑皮女人，正是猎人排行榜第3名的女爵团长。女爵看着如此冷静的金焕，夸赞他还挺有胆量的。金焕表示，猫咪变成人不算什么，我还能看到鬼魂呢。此时众人也深知比不过女爵的财力，便起身纷纷离去。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独眼龙猛地踹开房门，嘴里还谩骂着：“这条破猫！”但来的可不止天武门的毒蛇一人，还有万神殿的异端审判长、自卫队的圣骑士以及黑龙公会的黑魔女。金焕看得有些不知所措，没想到排行榜前几名的大人物都来了。随后大家坐在一起点咖啡，看到这一幕，店长妹子腿都软了。而现在也到了真正抢人的环节，只见黑魔女开门见山地问道：“金先生，你打算加入哪个战团？如果你还没确定，那么我们就会展开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但这段时间我们在第9层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如果不是你攻略了第10层，证明了巨塔的价值，估计人们马上就快要忘了巨塔的存在，并且现在已经出现了粮食危机，9层以下挖掘的物品很难维持供给了。而我们想要通过10层以后的关卡，就需要塔外的新鲜血液来不断的攻塔。但想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塑造一个榜样，由他来宣告这个世界巨塔的时代已经完全来临。”金焕明白了，你们是想让我当这个新时代的象征对吧？可以，没问题。不过在这之前，咱们先玩个游戏。随后金焕在裤兜里掏出了一副卡牌，并告诉大家，我们就通过打扑克的方式选出赢家，你们其中一人只要赢了，我就加入赢的那方战团，并且不用付给我定金和职位。但是如果是我赢了，那我就要同时加入你们所有人的战团，而待遇就是要跟你们平起平坐。女爵一听这个提议有点意思，便同意跟金焕玩。其余几人也没有反驳，各自抓起了牌。接着他偷偷跟剑帝说道：“你不想再叫我金大人了对吧？只要你告诉我他们的牌，游戏结束后就不用再那么叫我了。”剑帝瞬间激动的手舞足蹈：“放心吧，包在我身上！”竟然当着排行榜前几名的大佬们面前出老千，并且这出签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奇，居然让自己的鬼魂师傅帮自己看牌。随后在对局中，不管对方是什么牌型，金焕都了如指掌，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打的大佬们都开始怀疑人生了。终于经过30多个回合后，天武门的毒蛇门主忍不了了，特么的这小子肯定出老千，30多局一次没输过，太离谱了。金焕淡定自如地说道：“好像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出老千吧。”
吧。毒蛇也无可奈何，只好老老实实的走向败者区。一番交战后，自卫队的圣骑士老哥也败下阵来。他告诉毒蛇，这小子一定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也许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注定输了。一旁的审判官也让毒蛇不要再生气了，来，多喝点200度的咖啡消消气。现在场上只剩下黑魔女和发牌的女爵。谈话间，魔女表示金焕看上去是个很容易沟通的人，接着开始介绍自己的背景。原来年轻时的魔女非常不幸，她出生在一个战乱的国家，每天过得颠沛流离，直到巨塔的出现才给了她翻身的机会。然后她严肃地说道，我们想在巨塔里创建一个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社会，在这里所有人不分贵贱，每个人都很平等，这就是我们各大工会共同的目标。还有，你的倒计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时你将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开启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届时希望你一定要理智对待。魔女说完后，金焕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了进去，并对在场所有人真诚地说道，我并不在乎你们所说的那个社会，也不在乎你们之前提起的粮食危机，不管你们想怎么利用我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你们能支持我攻略巨塔，因为我想品尝一次登上巅峰的感觉。魔女听完有些头疼，你这家伙野心真够大的，简直跟剑圣那家伙一模一样。谈话结束后，此次的牌局也到了尾声，结果也是不出意外，金焕获得了胜利。会长们也愿赌服输，兑现了他同时加入在场所有人工会的诺言。而此时的剑帝也兴高采烈地在金焕面前显摆，自己以后不用再叫他金大人了。就这样，工会的事情告一段落，现在也是时候去准备攻打第11层了。这是一场见证人类历史性的一幕，所有人都在激动地呐喊倒计时的时间。就在最后结束的那一刻，天空中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异响，一个金发女神优雅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给下面的路人都看呆了。太美了，这是天使吗？随后女神轻柔柔地说道，攀登巨塔的战士们啊，恭喜你们穿过了炼狱宅邸的怨恨之火，从此刻开始结束新手教学，第11层界限将会打开，只要说出传送2字就可以进入塔内。可话音刚落，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飞奔的男人，他朝着女神就是一记华丽的斩击，直接将她劈得1分为2。没错，这个人正是剑圣马尔库斯。然而这一剑并没有伤到女神丝毫，伴随着滋啦滋啦的声响，女神竟然恢复了原貌，并且继续重复着刚才的那些话语。看到这一幕，下面的人们瞬间明白了，搞了半天原来就是个全息投影。此时剑圣突然感知到了什么，他犀利地往下面一瞅，正好与人群中的金焕对视了一眼。金焕顿时感觉毛骨悚然，看来自己已经被盯上了。随后老头说了一句传送，便消失在了面前。审判官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塔内。随着一声声传送，人们被陆续传送到了塔内。但女神的话还并没有说完，她善意地提醒人类，从11层到20层之间，你们的信念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祝愿你们能找到最终答案并凯旋归来。金焕看得异常入神，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不仅仅是全息影像那么简单。就在他也准备要传送进塔内时，背后突然来了一群记者。看来他通关第10层的消息已经彻底传开了。虽然金焕喜欢万众瞩目的感觉，但这么多话筒怼在脸上，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最后他索性直接不管了，先进入塔内再说。可当所有人进入11层的那一刻，都被眼前发生的景象震撼住了，就连剑圣这老头也不由感叹，这战场竟然如此恢宏庞大。就在众人一脸懵逼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一个穿着盔甲的男人走到了面前，他大声呼喊着，来自异世界的勇士们，快来帮助我们守护帝国吧。说完，骑士的头顶就出现此层的任务描述，而任务目标就是帮助爱金帝国抵抗魔王的侵袭，因为只有守护补给港口成功后，才可以进入下一层。当11层的守护帝国任务正式开始后，金焕在第10层通关的隐藏副本奖励也发放了出来。首先是普通奖励战神的庇佑，可以看到11层至20层的完整地图。其次是最重要的隐藏副本奖励元神的庇佑，可以看到11层到20层全部 NPC 的能力值以及所在的位置。然而奖励还没有停止，金焕又得到了伤神的庇佑，可以在11层至20层之间随意挑选一件装备。金焕幸福地沐浴着众神祝福，有了这些东西通关还不是轻而易举。可一旁的剑帝费都要气炸了，一次都看不到他训练，每天净看他开外挂了。金焕表示，大哥你不要再吐槽了，现在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实力与运气并肩的男人。随即金焕打开了 NPC 排行榜，然后找到了离自己最近并且拥有技能的 NPC， 接着他经典咧嘴一笑，心中顿时有了完美的想法。剑帝也瞬间秒懂了他的用意，一顿口吐莲花嘲讽他，说他又开始那套业务了。随后金焕走到了爱金将军的面前，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如果你想拯救你的帝国，那就赶快把我杀了吧。爱金顿时愣住了，你开什么玩笑？然而金焕却一脸严肃，他忽悠将军说自己有个特殊的绝招，只要自己一死就会得到神的庇佑，到时魔王军自会不战而溃。爱金还是有些不可置信，就算是能打得了胜仗，但毕竟金焕也是来自异世界帮忙的勇士，他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可金焕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只想死在将军手下，但如果爱金就是不出手，那自己就会亲自了结。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将军决定狠下心来，他猛地挥起长剑，忍痛杀掉了金焕，并在嘴里喃喃道，谢谢你真正的勇士。随着死亡的到来，金焕成功复制了爱金的一个技能，可等他复活后再次来到这个时间点时，已经坐在了爱金将军的宝马上，而他手握的那把神器就是此次通关的关键道具。
当金焕举起闪耀女神圣剑的那一刻，帝国军队瞬间士气大增，杀得魔王军们节节败退。原来金焕死亡后，不仅复制了艾金的控制战场技能，还得了这个大有来头的传奇圣剑。而创造这把圣剑的女神也在当初预言过，命运之人手握圣剑的那一刻，将是帝国迎来重生的日子。金焕享受着这种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可一旁的剑帝却一点都不开心，心想你装逼别特么把剑怼我嘴里面啊！并且那些普通猎人们也看得直眼红。金焕洋洋得意地看着那些人的嘴脸，他就喜欢别人嫉妒自己的样子。在金焕圣剑的指挥下，魔王军们被杀得片甲不留，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哥布林之王。金焕找准机会朝着 BOSS 冲了过去，随即一个弹射跳跃到空中，直接一剑秒杀了哥布林之王。伴随着最终 BOSS 的死亡，帝国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巨塔也在这时提示，第11层副本已通关，正在统计贡献排行榜名单，前10名挑战者为以下人员。当大家看到第1名是金焕时，惊讶的目瞪口呆，纷纷讨论起他不就是那个一人通关第10层的大佬吗？虽然在别人眼里是大佬，但剑帝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些小聪明和运气罢了，根本就不是自身本质上的实力。金焕也明白剑帝的用心良苦，随后跟他说道，通关20层之前我会修炼剑术的，别生气了。剑帝一听，好小子，这才对嘛，放心吧，我会好好教你的。看着兴高采烈的剑帝，金焕觉得他实在太好哄了，简直就跟个小屁孩一样。随后艾金将军来到了金焕面前，对他进行了一番感谢，但艾金表示战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背后那堪比神明的恶魔还未现出真身。说完，两人正要握手告别时，巨塔再次传来提示，前10名挑战者已统计完毕，前10名可提前进入12层，奖励将在待会发放。传送前，艾金还对着金焕小声说了一句，我们的帝国就拜托你们了。随后几人被传送到了帝国皇宫内。此时审判官小可爱满脸佩服地看着金焕，夸他真厉害，居然能让 NPC 都对他唯命是从。就在两人商业互吹的时候，剑圣突然一剑劈了过来，还好小可爱及时挡下。接着剑圣恶狠狠地说道，我劝你们别拦着，今天我必杀了这家伙。但小可爱可一点都不怕他，并表示金焕可是我们战团很重要的人，如果就这么被你杀了，那5大战团的颜面何存？剑圣犀利地看着他说道，我可不管那么多。审判官明白了，看来你是非杀他不可了。随即小可爱立马施展神圣之术送神，下一秒圣骑士和毒蛇从天而降，但剑圣转身一只手就秒接住了他们的攻击。这强大的实力让毒蛇不禁吐槽，你这个糟老头100年纪了，怎么还这么猛？说完，3人将他团团包围，然后小可爱转头向女爵索要1万金币。女爵本想拒绝，但局势已经到了这步，只好忍痛割爱支援一下。随后空中就下起了倾盆碧雨，小可爱一脸满足地看着这些金币，接着他双手并拢，庞大的魔力不断在他掌中聚集。下一刻，毒蛇和圣骑士的肉身得到了超级强化，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这就是神圣之术请神。此时一旁的黑魔女也不再看戏，准备帮他们一起出手，然后并告诉剑圣，我们之所以阻拦你，是因为我们和金焕签订了契约，他已经同时加入了我们5大战团，并且地位也相当于团长，所以你确定能应付我们几个人吗？现在局势已经完全逆转，此刻就算剑圣实力再强，也绝对架不住这群顶级猎人的围攻。剑圣被气得咬牙切齿，恶人就站在他的眼前，但他却无法伸张正义。然而就在此时，金焕竟然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剑圣的面前，并表示自己其实内心也很害怕，想跟他好好谈谈。可剑圣却一点都不相信他的鬼话，因为在他眼里，金焕就是个杀害了4000多条性命的杀人狂。可这时一向嫉恶如仇的剑圣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逍遥法外。剑圣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在他眼里，这些人跟金焕都是一丘之貉，并且他非常确信当初没有加入他们的战团是个明智之举。但其实剑圣真正拒绝加入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证明自己一人也可以登顶巨塔。他向众人训斥道，我的目标是要让所有猎人明白，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一样能获得成功。我给了他们翻身的希望，可你们呢？你们不过就是群腐臭的烂泥罢了。听到这话，黑魔女被气得咬牙切齿，毒蛇也在一旁怒骂着，别他妈装那么高尚，之前挑战5到9层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帮忙，伤亡人数至少都会减少1半。然而剑圣并不在乎他们说的这些，还表示你们要是不服的话，就真正的来打一场吧。金焕让大家不要再吵了，一味的相互指责解决不了任何事情。难道我们现在该在意的不应该是攻略第12层塔，帮助 NPC 们拯救帝国吗？说完，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圣骑士开口说话了，他觉得金焕说的没错。接着他亮出了自己的专属级技能测谎，施展后可分辨出对方说话的真伪。然后圣骑士告诉剑圣和金焕，如果你们相信我，那就来一场真伪辨测吧。金焕一听，这不正是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吗？直接同意了他的提议。剑圣也相信圣骑士的为人，便也同意了这个方法。随后测试开始，剑圣首当其冲的质问金焕是不是杀害过4000多人，没想到金焕竟然毫无避讳，直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剑圣激动地向众人大喊，你们看看，他果然是。然而话刚说到一半，圣骑士就打断了他，因为金焕刚刚撒谎了。剑圣瞬间惊愕在了原地，满脸写着不可置信。他赶紧换另一个问题，说这家伙绝对是培养出来的顶级杀手。然而这次金焕也没有解释，直接承认了。但圣骑士表示金焕说的还是谎言。老头彻底懵了，他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技能是不是出现了错误。就在这时，金焕主动说出了真相，我确实是杀过人，不过只
杀过一个，而且那人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剑圣被说得哑口无言，因为金焕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随后金焕凑到老头的面前说道：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那你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呢？如果没有这几个团长在场，我现在可能已经死在你的手下了，对吧？团长们也催促着剑圣赶紧给金焕道歉，而金焕也非常期待他接下来到底会怎么做。看着手中伸张过无数次的正义之剑，老头陷入了沉思。他拔出剑鞘看了看自己头顶上的杀人树，最后他收起了剑，郑重地向金焕鞠躬，并说了一声对不起。他承认是自己的鲁莽误会了金焕，还差点杀死了他。在遇到金焕之前，老头一直贯彻着不放过任何恶人的原则走到了现在，但此刻他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是固执且错误的。然后他真诚地向金焕表示，等自己登顶巨塔之后，这条命你随时可以来取。金焕转头看向旁边的圣骑士，圣骑士点了点头，暗示剑圣刚才说的都是真话。金焕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剑圣，随后他对剑圣尊敬地说道：您不用有这么极端的想法，其实只要教我一点剑法我就很满足了。本来我是不想提出任何条件原谅你的，但我怕你觉得自己太没面子，只好想到了这个法子。说完这些的金焕老脸一红，没想到说着说着把真心话全吐露出来了，而这一番话也给在场所有人都说愣了，就连圣骑士都感到非常惊讶。天啊，他竟然说的都是真的！此时小可爱在一旁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他见过最神圣无比的一幕了。剑圣低着头沉默了一会，下一秒他突然猛地抱住金焕，兴奋地说道：没问题，你以后的训练包在我身上了，你就叫我马尔库斯爷爷吧。等我那个乖巧可爱的孙女来巨塔了，我一定要把她介绍给你。金焕有些受宠若惊，这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自己都还没准备好呢。就在两人东拉西扯时，巨塔突然传来提示：恭喜你通关第11层，成为排名第1的猎人，现在开始发放第1名奖励。话音刚落，一个金色女神和黑色魔王出现在了金焕面前。选择守护女神的奖励，则可以成为帝国的任意一个重要的职位，选择后也会得到相应的能力和威望。然而秋雨魔王的奖励却跟这个有着天壤之别。魔王对金焕的表现十分惊叹，他想跟金焕暗中合作，只要杀死在场的所有勇士，完成后就会使用权能将他传送到第99层塔。金焕惊恐地望向旁边的团长们，只要杀了这些人，我就可以。男人的面前有着2个不同道路的选择，一个是获得守护女神的祝福继续攻塔走下去，而另一个则相当诱人，只要杀死在场所有的勇士，就可以被魔王使用权能传送到塔的顶端第99层。然而在这2个奖励出现后，剑帝立马就看穿了这是陷阱，并警告金焕千万不要上当。金焕当然清楚这是阴谋，因为炎帝那家伙肯定选择过魔王的奖励，但他之后并没有被直接传送到99层，而是被逗留在了40层。不过尽管知道是陷阱，金焕还是有些心动，他向剑帝询问，要不我们先去第99层看看，反正死亡之后再重新回到这里如何？剑帝一脸深沉地告诉金焕不要那么做，就算身为剑帝的我也攀登到第99层就失败了，而且第99层里没有终极怪物，但存在着比怪物更可怕的东西。总之你还是继续保持状态，慢慢攻略吧，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金焕听完深思熟虑了一会，最后他决定放弃这次机会，2个奖励索性都不要了，走一条最保险的路。随后金焕转头告诉大家，自己面前有2个第11层的奖励选择。黑魔女表示，我说你刚才怎么在发愣，快选择吧，然后应该就轮到我们了。金焕回答着，我已经决定好了，2个我都不要。伴随着众人的疑惑，奖励也消失在了金焕面前。随后剑圣看了看眼前的奖励描述，他觉得金焕这么做确实很保险，但没必要放弃所有奖励吧。说完，剑圣就选择了女神的奖励，成为了骑士团团长。现在该轮到小可爱选择了。为了能让大家更清楚地明白这次奖励，小可爱直接施展法术，把技能描述投影到了地面。当众人看到这骇人的奖励时，瞬间冷汗直流。小可爱表示，看来是巨塔想让我们来一场狼人杀游戏，但好在有圣骑士在身旁，如果谁撒了谎选择了魔王的奖励，一测便知。了解完情况后，大家各自选择了跟自己相近的帝国职位。现在奖励也已经结算完毕，巨塔开始清点人数，一共10人完成了选择，1人放弃了奖励，而选择女神的奖励人数为8人，选择魔王的奖励1人。听到有人选择了魔王的奖励，一时间所有人都表现得非常不安，他们紧张地望向彼此，看来还是有人忍不住诱惑选择了魔王，而这个叛徒就隐藏在他们所有人之间。这场狼人杀游戏也正式拉开帷幕，在所有人都表明自己选择的是女神奖励后，巨塔却提示有人偷偷选择了魔王的奖励。黑魔女首先放下狠话，如果让我知道了叛徒是谁，我绝对会让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此时的大家非常紧张，都催促着圣骑士赶紧使用测谎技能审问在场所有人。随后圣骑士开始测谎，但由于金焕放弃了奖励，所以这次他没有任何嫌疑。接着圣骑士开始对大家进行1对1审问，可他们无一例外说的都是真话，没有一人撒过谎。毒蛇想想就脊背发凉，在场10个人都没有选择魔王奖励，那叛徒到底是哪来的？看到众人慌慌张张的样子，女神哀叹勇士的愚蠢，而魔王则在上面看得开怀大笑。圣骑士告诉大家别慌，冷静一点。然而剑圣这时突然打断，他怀疑圣骑士也许就是叛徒，因为测谎的人也可以说谎。听到这话，黑魔女很是不满，你是在怀疑我们吗？剑圣表示没错，就算圣骑士不是叛徒，他也可能为你们其中的人说了谎。
就在大家互相猜忌之时，小可爱向众人说道：“我们五大战团认识了10年之久，信任肯定是没问题的，但五大战团之外的人，那可就说不准哦。”路人甲们听懂了审判官的意思，可没等他们来得及逃跑，小可爱一个瞬移到了背后，一掌刺穿了男人的身体，毒蛇也紧跟着干掉了另一个人。剑圣看不下去了，他拔出剑怒骂着：“你们这群畜生果然露出了真面目！”小可爱心狠手辣，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将几人残忍杀害后，巨塔在这时也传来提示：3位勇士已死亡，他们不是魔王的手下。剑圣特么忍不了了，一击斩击下去，直接把小可爱的胳膊斩断，还好有毒蛇拦着，要不然已经死了。其余几位团长也见状，连忙过去帮忙，跟剑圣打了起来。现在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圣骑士赶紧把判断权交给了金焕，让他出面制止这些人不要再乱来了。随后金焕大声叫住剑圣：“看在我是您女婿的份上，先停手好吗？我知道您不会原谅这些人，等查明真相之后再说也不迟啊。”等众人都冷静下来后，金焕给大家仔细分析了一下：“你们看，上面写的是毁掉20层的魔王之河，我们的精力应该放在对付魔王上面，而不是这个莫须有的叛徒上。说不定这个所谓的叛徒就是系统强制指定出来让我们内乱的。只要我们不断攻塔干掉最终的魔王，这一切不都会迎刃而解吗？”当魔王矗立在战场上的那一刻，天空中下起了血红色的噩梦之雨，被淋到的所有士兵都陷入了恐怖的梦魇之中。就算是剑圣这般强大的猎人，也在秋雨魔王面前顶不住那令人战栗的压迫感。看着宛如蝼蚁的人类们，秋雨魔王开口道：“你们以为找来异世界的帮手就能帮助你们拯救帝国吗？真是一群可悲的人类！无论找来多少人，我都会瓦解你们的意志，让恶灵吞噬了你们。”说完，巨塔就弹出了这次的任务描述，难度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SSS 级别。而这次的目标就是要阻止魔王削弱他的力量。但无论怎么看，这都已经超过了猎人们的能力范围，这秋雨魔王根本不是他们能解决的。然而金焕却不这么认为，他知道巨塔不会发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开始指挥众人，给每个人都布置了不同的目标。可在叫到小可爱时，金焕却没有给他好脸色，因为他讨厌小可爱这样乱杀无辜的猎人。但现在不是解决恩怨的时候，因为他作为重要的大将军角色还有任务要去做，那就是安抚城墙上的士兵，稳定当下的局势。现在全员已经准备完毕，战斗也在此刻正式打响。随后金焕准备出发前往战场，但就在此时黑魔女却找到了他。金焕有些不解，这时候你不应该在城墙上吗？怎么突然就回来了？魔女表示当然是要把你带过去啊，因为你那把圣剑可以吸引 NPC 振奋人心，所以城墙上需要的人不是我是你，你快同意吧，我这就带你瞬移过去。金焕非常诧异，要知道 S 级技能都是每个人压箱底的秘密，没想到魔女竟然直言不讳把这个直接告诉给了他。但其实魔女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她现在的身份是帝国宰相，拯救人民才是最重要的目标。随后魔女紧紧握住金焕的手，哭嚓一下，两人就瞬移到了城墙上。可到这之后发现情况并不乐观，站在这里一眼望去，下面都是一群绝望的哭泣士兵。黑魔女眼神犀利地看着士兵们，随后她站在城墙上大喊着：“都给我振作起来！帝国的士兵们，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城墙，只要你们不倒，这个国家就不会灭亡，而神也会庇佑我们的。”说完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后，守护女神对魔女感到非常赞叹，为此女神赋予了她另一个全能——圣剑之光。当她和金焕举起圣剑的那一刻，女神赋予的全能圣剑之光笼罩在帝国各处，保护人们不受噩梦之雨的侵扰。然而在金焕眼里，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全能，因为这圣剑之光仅仅只能照亮一片区域而已，但这也已经足够了。有了魔女的鼓舞和女神的祝福，被陷入恐惧梦魇中的士兵们逐渐清晰恢复了斗志。金焕一脸诧异地看着黑魔女，没想到如此冷酷的她竟然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看到金焕愣神的表情，黑魔女吐槽道：“我就这么好看吗？一直盯着我，赶紧想想接下来怎么应对魔王吧。”但其实金焕心中早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计划让猎人们吸引小怪，然后利用魔女的瞬移功能，把自己传送到落单的魔王面前。听到这，魔女有些疑惑：“你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然而他说的没错，金焕就是要去送死。就在此时，魔王开口说话了，他嘲讽女神给人类的根本不是什么祝福，只是个戏耍人类的玩笑罢了。接着魔王举起那黑气缠绕的神秘巨剑，一剑挥砍下去，整整数十万的帝国军队瞬间灰飞烟灭，就连固若金汤的皇宫大殿也顶不住这毁天灭地的力量，被一剑砍成了废墟。而负责内殿的勇士女爵团长也没能幸存下来，死在了魔王手下。魔女感叹，昔日的好友竟然就这样死了，但现在不是悼念的时候，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再说。随后俩人握住双手传送到了战场，看着面前成群的怪物袭来，剑帝告诉金焕，这是锻炼你的绝佳机会，拼尽全力去抵抗怪物吧，不管能坚持多长时间。面对敌方千军万马的魔王军，金焕没有丝毫退缩，他猛地喝下那瓶82年的肾上腺素，接着抄起圣剑对着魔王军们疯狂屠戮。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金焕已经记不清杀了多少怪物，他开始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眼中的世界变得暗淡无光，只有自己鲜艳的在这战场上脱颖而出。此刻他又联想起了炎帝那个畜生，心想凭什么他就可以攻略20层，既然他也能做到，那我也可以，并且我还要攻略塔的顶端100层。经过不断的击杀怪物，金焕的存在感再次提升，升级为了D级猎人，而他也离 S 级猎人又近了一步。随后剑圣老爷子也赶到了现场，他夸赞金焕真的厉害，作为一个D级猎人，竟然拥有了堪比 S 级猎人的实力与胆识，果然是个好苗子。金焕谦虚地回答着，你这不废话吗？因为老子有挂呀。随后俩人合力开始在战场上大杀四方，小可
可爱也紧随其后，带领着帝国大军进攻战场，而毒蛇门主也在此时赶了过来。可他来到金焕的身旁时，却发现金焕太过投入，根本没有听到自己说话。廖凡欣慰一笑，这小子果然非常特殊。接着他陪同在金焕身旁一块杀了过去。看着这群拼命挣扎的人类，魔王已经没有耐心陪他们玩了。他举起黑色巨剑，在天空中召唤出血色迷雾。黑魔女见状，立马使用镜子将攻击反射了出去。随后大家集合在了一起，握紧了魔女的手，准备传送。可当魔女叫到金焕时，金焕有些犹豫了。他站在魔王的面前，内心有些感慨，因为眼前的这些景象和之前经历的这些都要消失了。剑帝在一旁安慰他，不要那么悲伤，走吧，我们去对付终极怪物。随后勇士们全部集齐来到了魔王的面前。可没等双方开打，金焕突然撒开魔女的手，举起圣剑朝着魔王就要砍下去。魔王嘲笑金焕真是愚蠢又自大，竟然一人就敢挑战我。然而愚蠢的人不是金焕，而是他自己，因为金焕就是故意要死在他的手上。这是男人的第4500次死亡，他不仅可以无限复活独挡，还能复制击杀者身上的技能。为了攻破巨塔的第12层关卡，他故意死在了秋雨魔王手上。现在到了挑选技能卡的环节，随后剑帝开始描述技能卡的详情。首先是第一章 S 级技能怨恨如雨水蔓延，技能效果：只要身边有无辜之人的鲜血在流淌，天空就会下起噩梦之雨，被淋到的人会陷入梦魇之中，活活耗死。第二章1加级技能心脏的回响，你的感情会提升你的内力，无论是仇恨、报复还是喜怒哀乐，都会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燃料，增强你的内力。第三章最牛逼的技能来了 ，SS 级技能百鬼召唤，被你杀死的人或者怪物，可以让他们变成亡灵大军，但只能变成一些哥布林、半兽人、骷髅等等，并且1周内只能使用一次。金焕若有所思，这3个技能都非常符合他的心意，但因为限制的存在，他只能选择一个。最后金焕抓住了一张金色卡牌，因为金焕的猎人等级提升到了D级，所以这次将产生副作用。秋雨魔王的心理阴影即将重现，惩罚强度终极。选择结束后，时间也回到了24小时前。有了这次的经历，金焕决定将11层和12层的信息全盘托出，但前提有个条件，就是进塔之后，团长们必须无条件答应自己一件事，具体金焕现在不能说，但可以保证的是，不会做出伤害别人性命等等之类的事情。小可爱表示没问题，未雨绸缪总是好的。女爵团长也在旁边附和着赞成这个条件。随后金焕把10层以上的详情讲给了他们听。商议完巨塔的事情后，金焕让圣骑士陪着自己走走，接着两人悠闲地走在大街上。过了一小会儿，剑帝提醒金焕，那家伙跟上来了。金焕并不惊讶，因为这每一步都在按着他的计划来。随后走着走着，两人来到了伊寒的药店。当看到自卫队的圣骑士亲临自己的小店时，伊寒被吓得立马跪地求饶，嘴里还不断念叨着自己是小本生意，没有任何违法乱纪，大大的良民。金焕让他赶紧起来，表示自己是带着圣骑士过来购买药水的，你误会了。听到这，伊寒一把握住金焕的手，说道：“你真是我的天使。”就在此时，一个男人走到了药店门口，而来的人正是剑圣马尔库斯。他上来开门见山地说：“麻烦都请出去吧，我想跟这小子单独聊聊。”但圣骑士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他坚定地挡在剑圣面前，没有丝毫让步，似乎战斗将一触即发。然而剑圣骑士并不想对圣骑士出手，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是个没杀害过任何性命的好人。此时伊寒也挺身而出，他向剑圣解释，金焕是自己的恩人，无论如何自己都会拼命保护他。看到这一幕，剑圣沉默了。虽然两人没有很强的实力能阻拦剑圣，但他们坚定的眼神和正义的举动却显得非常铿锵有力。思索片刻后，老爷子把剑收了回去，并扭头潇洒地说道：“看来今天来的还不是时候。”在他走出药店后，金焕也立马紧跟了出来。他大喊着让剑圣明天下午在城北的空地见面，到时自会把一切解释给他听。看着剑圣凄凉的背影，圣骑士有些感叹，其实老爷子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他也有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可在他一次外出时却发生了意外，他的女儿和女婿都被杀人狂杀死，只有孙子和孙女侥幸存活了下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他变成了嫉恶如仇的剑圣。其实圣骑士非常能理解老爷子的心情，因为有些恶人就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来到第二天下午，金焕如约而至，来到城北的会面地点。剑圣夸他很有胆量，竟敢一人就面对我，看来你杀了那么多人后，对自己实力很有信心啊。金焕有些心痛，委屈的像个孩子一样。随后他开门见山的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杀我，是因为侦探的慧眼技能吧？”老爷子有些吃惊，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金焕告诉他：“我是一名预言家，拥有预知未来的技能，无论你接下来做什么举动，我都一清二楚。”剑圣眉头一皱，然后把手放到了后面，让金焕猜猜自己伸出了几根手指。金焕失算了，他知道自己根本猜不出来。随即他猛地掏出匕首，就在剑圣以为他要动手的时候，金焕竟然毫不犹豫地刺死了自己。伴随着老爷子的一脸惊愕，时间又回到了24小时前。经过金焕一次又一次的死亡，终于在这次他说服了剑圣，他让老爷子给自己5天的时间，到时自会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老爷子同意了，反正自己在他身边，这小子也跑不了。现在事情都已解决完毕，第12层关卡也将迎来全新的结局。现在全员已经集合完毕，开始攻打第11层关卡。随后众团长开始在敌军中大杀四方，但这次不同的是，金焕并没有选择去抢风头，而是在后面默默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可能是之前经历的
太多，现在只想低调一点吧。可他笑着笑着，却突然感觉脊背发凉，然后他猛地转头一看，发现剑圣正死死盯着自己，而且老爷子还表示要24小时监督金焕。金焕也无可奈何，谁让他是自己的克星呢？为了尽快结束战斗，金焕找到了黑龙团长，接着拿出了一张迷你地图，并告诉他这个可以一眼就看清战场的局势。听到有这宝贝，黑魔女眼前一亮，她握住金焕的手说道：“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快点，赶紧找出终极 BOSS。”随即两人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下一秒二人直接就闪现到了空中，一眼就看穿了最终 BOSS 的位置。黑魔女继续使用传送来到了 BOSS 的头顶，让我来吧，我去杀了他。说完，金焕就举起圣剑，纵身一跃，一剑把哥布林之王劈成了青苹果未分打。看到老大被砍成了肉泥，小弟们被吓得落荒而逃，而这场战役也完美收官。黑魔女激动地呐喊着：“太好了，我们不到1小时就攻略了副本，而且战死的猎人也屈指可数。金焕，你真的太棒了！”金焕都看傻眼了，一直以来黑魔女的形象都是冷酷无情的样子，没想到她竟然拥有如此单纯善良的一面。看着黑魔女美丽又灿烂的笑容，金焕顿时感觉自己恋爱了。因为这些宝贵的经历，金焕在其中不断蜕变。从此刻开始，他不再需要那所谓的虚荣感，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一直将他们守护下去。剑帝为他感到欣慰，这臭小子终于成熟一点了。排名统计完后，前10名依旧还是这几位团长。随后大家被传送到了12层的皇宫内，小可爱刚跑过去夸他，金焕就给他拦住了，因为他现在要宣布一件事。之前团长们不是答应过金焕要无条件做一件事吗？现在该信守承诺了。金焕表示，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留在皇宫内，什么都不要做，我会在5天之内独自一人攻破到第20层关卡。团长们震惊无比，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黑魔女善意的提醒金焕，不要太过盲目自信，要知道我们当初各大战团可是耗费了多年时间，才仅仅攻破到第10层关卡呀。但金焕心意已决，他真诚的拜托各位就听从自己的请求吧，不管发生什么，你们就在这等我5天就好了。说完，巨塔就开始发布第11层的奖励，但因为金焕刚才的举动，魔王没有找到挑拨离间的机会，他气急败坏的让金焕快点选择自己的奖励。可金焕依旧不为所动，小可爱宠溺的看着金焕，最后决定同意了他的请求。毕竟之前那些宝贵的情报都是金焕提供的，而且我们几位团长还答应过他要无条件做一件事，所以于情于理我们都没有反驳的理由。黑魔女有些头疼，虽然她很担心金焕的安危，但也只能这样了。然而团长们是同意了，可见圣老爷子却没答应。他之前跟金焕有过约定，这段期间会24小时观察他，不管身处何处。金焕觉得太好不过了，如果身边多个剑圣帮助自己打败魔王，那就更有底气了。跟大家告别后，金焕便转身离去。可当他刚推开大门时，两人就被眼前的一幕看愣住了。这些 NPC 和场景都变成了灰色，时间也仿佛静止到了现在。金焕解释着，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奖励和职位的缘故，这些需要角色扮演的任务和关卡没有被激活，所以才变成了这般景象。说话的途中，秋雨魔王也在不断的催促金焕快点选择奖励，但金焕并没有鸟他，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他要在这里提前干掉魔王。接着金焕掏出迷你地图，找到了魔王的位置。就在两人准备前往地点时，魔王终于忍不下去了，他愤怒地现出了真身，赫然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并警告金焕立刻遵守规则，按照流程去做。金焕拿起圣剑，指着魔王的鼻子说道：“我就是要打破规则，在这里杀了你，这样就没有任何人能惨死在你的手下了，因为我想要的可是圆满的结局。”魔王听到后大发雷霆，他化作一滩凶恶的黑水，向着金焕吞噬而来。然而在这个时停的世界里，金焕可是永恒无敌的存在，这是一个静止的世界，无论是时间还是人类和事物，都被永远定格在了现在。而打破这个诅咒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掉这个堪比神明的秋雨魔王。然而因为魔王的实力太过强大，金焕每次跟他战斗都是被一击秒杀。但金焕最不怕的就是死亡，他将自己每次死亡的数次记在了手中，并且也在跟魔王的战斗中不断提升自己，不管是几百次还是几千次死亡，金焕都不会放弃，直到能把魔王干掉为止。就这样，金焕开启了无限循环。在这期间，剑帝也没有疏忽对他的教导，认真的教了他武功和内力的用法。可打着打着，金焕对魔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情，他觉得这家伙就跟自己的老朋友一样，甚至每次战斗前都会对着魔王喊一句：“今天我要跟你打个痛快。”可能因为是金焕无限回归的缘故，魔王不知为何在与这个男人对话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他在金焕的身上看不到一丝的恐惧，相反，金焕的脸上还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魔王很是不解，他都要死了，怎么还笑得出来？金焕嘲讽着：“你这种人，这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感觉。”魔王怒了，他猛地挥起黑色巨剑，再一次击杀了金焕。虽然金焕每一次轮回都是同样的结局，但过程却每次都在发生改变。之前可能是需要50分钟才能通关的第11层，现在却只要20分钟即可，并且伤亡人数也降到了不到10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第11层已经被金焕完美通关，不仅几分钟就攻略了关卡，他还保护了所有人的性命，没有一人因为魔王军而死亡。魔女紧紧握住了他那写满记号的手，然后一头扎进金焕的怀中，嚎啕大哭了起来。谢谢你，金焕，大家都活下来了。随后金焕继续来到魔王的面前单挑，但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爆炸，紧接着黑魔女竟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金焕告诉魔女：“我在玩单人游戏，但毕竟你都来了，那我俩就来一次双人快打吧。”魔王看到后哈哈大笑：“你以为就你能找来帮手吗？”随即魔王伸出了手，直接召唤出了白
百鬼大军。看着数不清的怪物袭来，黑魔女让两人赶紧握住自己的手，现在的局面不是我们能应付得了的。金焕微微一笑，然后举起手指大喊道：百鬼召唤！在金焕使用技能的那一刻，所有埋藏在地底的尸骸破土而出，一瞬间整个战场布满了亡灵大军。这场面，巫妖王看了都直呼内行，黑魔女和剑帝看得目瞪口呆，这技能简直太逆天了。然而这些召唤的骷髅并不是怪物的尸体，而是金焕自己本人，因为这个技能效果只能召唤出自己亲手杀掉的人，所以金焕才能一口气召唤出上千个。看到这一幕，秋雨魔王震惊无比，这家伙为什么会拥有跟自己一模一样的技能？感受到羞辱的秋雨魔王彻底被激怒，他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随后金焕提醒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并举起圣剑号令百鬼大军进攻。说完，无数的骷髅就冲向魔王军，杀的这群怪物残肢断臂。一时间整个战场的局势就被金焕所掌控。剑帝在一旁看得哈哈大笑，这不死者军团是真赖啊！魔王唾弃着人类，你们从未背负过这个世界的恶意和怨恨，竟然还想阻挡我的进化之路。金焕坚定地站在魔王面前，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跟魔王一战到底。说完，金焕的身边突然散发出金色光芒，巨塔也在这时提示：恭喜你获得称号死亡之主，向收割生命的王致敬。其实魔王起初并不是属于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但他却有个特殊的能力，只要吞噬掉对方，就可以完整复制被吞噬的那个人的生命形态，包括对方的记忆和情感等等。最初的魔王只是复制了一些动物的身体，可在他吞噬掉一个小女孩后，一切都变了。等女孩父亲赶过来时，发现自己的女儿艾斯特满嘴鲜血，而这不仅是魔王的第一个名字，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类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艾斯特逐渐成长，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边疆圣女，因为不论是什么疾病，只要经过她的救治就可以恢复如初。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艾斯特并没有治愈疾病的能力，但她却可以重塑一个新的生命。她温柔地抱着孩子，感受母爱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孩子病痛的折磨。为了解脱这个可怜的灵魂，艾斯特一口将其吞噬，并抬手又创造出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就这样，艾斯特又拯救了一个生命，而他的信徒们也在日益增加。然而好景不长，因为艾斯特的影响力太过庞大，女神的权威受到了影响，因此帝国的士兵们觉得艾斯特就是魔女，一致认为他们的信徒也是异端组织。为了清除这些诅咒，他们放火烧了村庄，残忍杀害了所有的无辜村民，甚至就连孩子都不放过。见到这一幕，艾斯特悲愤交加，他发誓不会放过帝国所有人，直到把他们全部吞噬为止。然而魔王的背景故事，此刻的金焕还一无所知，他还在奋力与魔王战斗。尽管金焕使用了百鬼召唤，可还是无法伤到魔王丝毫。但金焕却找到了另一个击败魔王的方法。这次他不再记录自己的死亡，而是把魔王的每次攻击动作和战斗习惯都牢牢记在了心里。在经历又一轮死亡后，金焕在魔王面前变得肆无忌惮，无论魔王使用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攻击，他都能轻松闪躲。这也让魔王感到疑惑，这家伙难道还拥有预言之眼之类的技能吗？技能冷却时间结束后，金焕再一次使用了百鬼召唤，接着拿起圣剑朝着魔王就劈砍而下。虽然没能伤到魔王，但这一招已经很不错了。本来还能坚持一会跟魔王拉扯，结果剑帝在一旁叨叨个没完，吵得金焕一不小心就死了，气得金焕口吐芬芳，这一死又得折腾一周了。剑帝一副欠揍的表情嘲讽着金焕：你能拿我怎么办？略。回到战场，金焕指挥着黑魔女躲避攻击，并让她释放大招了结魔王。随后黑魔女开始蓄力，只见5只黑镜不断反射出黑色能量，并在中间形成了5芒星阵。下一秒，一团威力巨大的黑色能量体倾泻而出，这恐怖的一击直接将魔王的身体贯穿。魔王踉跄地扶着身体，看来这大招对他的伤害还真不小。黑魔女见状立马趁胜追击，随即跳跃到空中，将所有黑镜聚集到魔王面前，接着砰的一声，直接把魔王炸得稀巴烂。而此时的魔王也因为受伤露出了黑水下的一丝真面目。看到这跟人类一样的皮肤，金焕有些震惊。魔王见大势已去，决定暂避锋芒，化作一滩黑水后便消失在了几人面前。金焕崩溃了，自己努力做了这么多，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然而就在此时，巨塔突然传来提示，触发隐藏任务，第12层到19层任务已改变，隐藏任务名称：静止的世界。魔王因受伤而逃走，但还没有逃远，是否追击魔王，请做出你的选择。金焕欣慰地看着任务栏，果断选择了接受，而这一切的真相也在此刻渐渐拉开帷幕。这个男人不仅击退了堪比神明的秋雨魔王，甚至还因此改变了整个巨塔故事的历史。在金焕触发隐藏任务后，天空中开始散落蓝色的花瓣。就在几人一脸懵逼时，金焕突然发现背后的城镇竟然恢复了生机，就连之前那些战斗的旗帜也跟随着消失了。随即金焕握紧黑魔女的手，传送到了城墙上。可到上面一看，两人都被眼前的繁荣景象看愣住了，仿佛整个帝国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金焕顿时明白了，原来改变历史是这个意思。之前魔王侵略后，无论胜负历史都无法改变，而现在则是直接变成了魔王从未出现过。就在两人静静地欣赏帝国美景时，楼下的艾金将军突然大喊道：你们是什么人，竟然私自随便登上城墙，立刻给我下来！看着眼前昔日的好友把自己当成了陌生人一样对待，金焕失望地低下了头。可下一秒，他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即金焕猛地抬头，对着城墙下的所有人说道：我做到了，我成功守护了你们的帝国！这一声声激动的呐喊贯彻了整个城镇。此刻金焕终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是那个懦弱又充满嫉妒心的废物猎人了。发泄完后，巨塔也公布了此次攻塔的排行榜。
但第一名的名字不再是叫金焕，而是巨塔赋予他的称号死亡。随后金焕挥手跟城墙下的艾金告别，而艾金也是一脸懵逼，怀疑这人脑子好像有问题。一旁的剑帝也被金焕逗得捧腹大笑，原来金焕也有这疯狂的一面。金焕撩拨着头发回答着，没办法，今天我实在太爱自己了。随后金焕转头准备握紧黑魔女的手传送到13层时，发现魔女竟然摆出一脸看垃圾的表情看着金焕，随即魔女开口道，我就知道实力越强的猎人越不正常。调侃完后，几人便握紧了彼此的手准备传送，可当他们在传送到第13层的那一刻，瞬间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魔王站在3人面前歇斯底里的吼叫着，这恐怖的叫声贯彻在13层塔内各处。看到这骇人的一幕，几人身体不自觉地发出冷战。就在金焕等人做好战斗准备后，剑帝却在这时发出了疑惑，他发现魔王的力量好像变弱了，虽然黑魔女重伤了他，但似乎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像是等级降低后的一种惩罚。比如魔王之前在12层的实力相当于 SSS 级的哥布林之王，那现在他的实力差不多削弱为了第5层关卡的小哥布林之王。剑帝分析完后，巨塔再次弹出提示，正在统计12层奖励。然而下一秒，面板竟然显示无法统计，并且这些正式奖励都只能在第19层通关后结算。随后巨塔便发放了基础奖励，战神的庇佑效果增强，第11层至20层的小地图全部开放。当看到地图信息后，金焕瞬间秒懂了，原来他们回到的其实并不是魔王侵略帝国之前的历史，而是魔王还未正式入侵整个大陆的时期。而魔王之所以现在的实力很弱，是因为他的存在感非常的低，因为在塔里就算是终极怪物也有等级的法则。现在的魔王就如同刚进入新手村的小 boss， 还未击杀过任何平民，没有经验升级的他自然是实力大减。魔王怒骂着这群不遵守规则的混蛋，然后抬手再次召唤出了百鬼大军，接着就如同12层一样，金焕不断的在战斗中死亡，并在其中摸索着攻略关卡的秘密。经过数十次的轮回后，百鬼大军被解决的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僵尸巨人。看到这闪亮亮的大眼睛，黑魔女瞬间来了兴致，兴奋地说要用自己的光线攻击巨人的眼睛。可还没等他们动手，巨人就喷射出火焰把他们烧成了灰烬。等在一次轮回后，金焕告诉黑魔女不要射他的眼睛。听到这话，黑魔女一脸诧异，她指着巨人说道，你看那么巨大的一只眼睛，谁能忍得住啊？虽然黑魔女手痒难耐，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强忍着听从了金焕的话。随后几人开始配合，不到一会儿就击杀了巨人，而魔王也再次逃之夭夭退回到了第14层。随着魔王的撤退，13层的样貌也恢复了原来的生机。接着3人继续乘胜追击，从15层开始，一层一层的不断攻破，直到攻略了第19层关卡后，魔王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现在的他虚弱不堪，宛如一个娇羞的女子瘫坐在地上。随即金焕拔出圣剑，对着魔王说道，来吧，使出全力跟我一战，不要再想着逃跑了，因为不管你逃到何处，我最终都会找到你。艾斯特，当神明拥有了嫉妒之心后，究竟有多么可怕？不光是帝国子民们受到了女神的蛊惑，就连精灵和人鱼这些种族都参与到了其中。现在整个大陆势力齐聚一堂，而他们如此兴师动众，竟然只是为了毁灭一个百姓居住的村庄。为了彻底清除他们所认为的这些异端组织，村庄里的老人孩子无一幸免，全部惨死在了帝国士兵手下。而女神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艾斯特的治愈能力威胁到了她的地位。看着眼前化为废墟的村庄，艾斯特呆滞地走向村民们的尸体，就算他们被烧得面目全非，也依然能认出他们。他痛苦地跪倒在地上，嘴里不断念叨着这些孩子们的名字，然后他一把抓起地上的骨灰放进了嘴里。一瞬间，所有人的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而他的眼角也不自觉地流下了黑色眼泪。随后艾斯特缓缓站起身，黑水从地面开始不断扩散，天空也紧随着下起了噩梦之雨。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凭什么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的孩子们要遭受这样的苦难？既然你们创造了恶，那就由我来诅咒这片大陆吧。秋雨魔王故事演绎完后，金焕一言不发地躺在地上，眼神呆滞地望着天空。这种悲剧，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二遍了。惩罚结束后，时间线回到了现在，此刻的魔王已经虚弱不堪，根本抵挡不住金焕的猛烈攻击。随着魔王的存在感不断降低，体型也逐渐变小了许多。金焕让魔王乖乖回到20层大本营，因为那里既是他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而魔王也自知不敌，便消失退回到了20层。随后金焕转头告诉魔女和剑帝，他希望自己单独去和魔王做个了结。两人自然没有意见，这一切都由金焕来做主。随着一声传送，金焕来到了第20层关卡，这里鸟语花香，只有一个弱小的魔王孤零零地站在中央。随着金焕不断走向魔王的同时，巨塔也统计完毕了20层以下的通关奖励，并且还赋予了他临时的使徒权限。除了 EX 级别技能外，金焕拥有的所有技能现在都可以进行改造。随后金焕拿起圣剑指着魔王说道，这一切该结束了。伴随着艾斯特挣扎的喊叫声，终极副本也在此刻正式开启。尽管艾斯特现在成为了史上最弱的终极怪物，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他依然选择与金焕殊死一搏。然而无论艾斯特怎么拼命反抗，他都不是金焕的对手，只是轻轻一记斩击就能将他重伤在地。随着金焕的不断挥砍，魔王的存在感也跟着不断降低，直到战斗最后，黑水终于从艾斯特的身上缓缓退下，并且巨塔也不再认可他，无情剥夺了秋雨魔王的称号。他努力挽留着这些残存的力量，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巨塔已经彻底抛弃了他。艾斯特惊恐地看着金焕，让他不要过来，还说你们人类都是邪恶残暴的生物。金焕反驳道，
虽然我知道你过去的所有经历，但我之前就说过，我是来自异世界的异乡人，像我们这些猎人本来就不需要对这件事负责吧。艾斯特苦苦向金焕求饶，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做，只是治好那些人的病而已。金焕告诉他不要再伪善下去了。之前艾斯特遇到你的时候，他还只是个8岁的孩子，而你却丝毫没有怜悯残忍地将他吞噬，并且你也不是什么拯救人民的圣女，说到底就是个吞噬别人的怪物罢了。艾斯特极力否认着金焕的话语，解释自己当初还没有人类的记忆，根本什么都不懂，也不明白艾斯特说的是什么。金焕让他不要再说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无法再去挽回，再纠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而现在你要承受这一切带来的后果。随后金焕转头召唤出技能栏，准备使用之前巨塔赋予他的改造权限，但巨塔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对技能过度改造，只能在原有技能等级的基础上最多进化1级。随后金焕告诉巨塔，我希望把百鬼召唤的技能效果改为死者被召唤后保留生前的所有记忆。听到这，艾斯特心中充满了恐惧，测算了一会儿后，巨塔同意了他的改造要求，而百鬼召唤的等级也升为了 SSS 级别。这样一来，金焕杀掉他后再召唤时，就可以选择性保留艾斯特生前的记忆和外形了。眼见金焕马上就要下手，师傅突然打断了金焕，他表示艾斯特现在应该不属于怪物，以他现在的状态很有可能就是个 NPC 或者人类，万一你把他杀了后无法召唤怎么办？还是想清楚再决定吧。听完师傅的言论，金焕转头看了看瘫坐在地上的艾斯特，想了想，也许师傅说的真没错。于是金焕立马询问巨塔，百鬼重生的作用对象能用在 NPC 身上吗？说完，巨塔便立刻加载了起来，但最后给出的答案却是无法确定，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巨塔的权限。虽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巨塔却将这个提问升级为了正式议题，并向万生六支柱申请了会议表决。伴随着光芒的闪耀，金焕来到了一个神秘的黑色空间，而空间的上方正是巨塔所说的各大支柱。接着他们便展开了激烈讨论，听着这些具有压迫又超越认知的语言，金焕的3值逐渐开始崩溃，但好在讨论时间不长，没过一会便停止了。随后几位支柱开始投票议题，其中有2位表示赞同，2位表示反对，还有1个则放弃了投票。看着投票结果，金焕若有所思，现在就差1个没有投票，而这人始终没有出现在这里，很可能他就是巨塔的主人。为了拉拢到最后一票，金焕开始了演讲，他告诉众人都应该赞成自己，因为如果百鬼重生不能用在 NPC 的话，凭什么魔王就可以召唤无数的怪物？那些死去的王国百姓和士兵不也都是 NPC 吗？话音刚落，一个金发女人缓缓出现在上方。你说的不错，死亡，但你还是说出真正的心里话吧。随后金焕低下头，一脸自信地朝着支柱们说道，没错，魔王是我亲手抓到的猎物，所以请你们不要碰。听到这个回答，第1支柱的万生之主被逗得哈哈大笑，并把最后1票投给了金焕。随着投票结束后，空间也逐渐开始崩塌，而金焕也在这时缓缓睁开了双眼，看着突然发呆的金焕，师傅催促他赶紧问问巨塔呀。金焕表示不用问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说完，金焕举起了亡国之剑，杀掉了艾斯特，然后再用百鬼重生将艾斯特召唤复活，并给他起了个新名字恶鬼。看到这一幕，师傅有些不理解，你之前那样子对他，他为什么会甘愿臣服你呢？金焕告诉师傅，看到前方奔跑的马匹了吗？很快你就会明白恶鬼为什么会服从于我了。